这种巨型钻地弹啊，太不人道了。不过普通人啊，你完全不用担心，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，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有资格进入那种装备豪华、戒备森严的地堡吗？就是伊朗的省长啊，他都未必有这个资格。所以说，地堡的毁灭者炸弹啊，是专门为那些一小撮人预备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2025年6月18号，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。新朋友先点个赞吧。我们今天聊一期朋友点播的专题，就是最近以色列一直苦苦哀求美国大哥给我几枚那个地堡炸弹，它怎么就那么神奇？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毁灭人性的没有人道主义的武器？今天呢，咱们先讲一下。以色列在空军方面投入特别大，这几天是扬名四海，他都在伊朗的德黑兰上空编队飞行了，厉害吧？但是他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，就是伊朗最重要的核设施是深埋地下100米。我们看一下资料，伊朗主要的武器级铀浓缩设施福尔多燃料工厂，该工厂位于伊朗北部城市库姆附近一座深山内部，它是深藏在地下100米。这个山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岩石山，它是花岗岩，这个硬度超过钢的5倍。那你看，伊朗空军再厉害，一般炸弹根本没用。而且去过地堡的朋友都知道，地堡这种东西它的设计就是易守难攻，从里边只要把那个几层的门一关没用，而且这个门呢是多层的，而且有多部的电梯，你打在下面太难了。如果说以色列派特种部队，你就是把那个门口给轰开，你电梯在哪儿呢？你控制不了，你下不去呀。所以说呀，要想毁灭它，你就得找美国大哥借这个 GBU 武器。根据最新的消息老川可能是卖给他，租给他，这个东西挺贵的，一枚呢据说达到了1.2亿美金。我们今天先说第一件事，就是这个东西你有一个基本概念，它长6.2米，直径是0.8米，超重14吨那这个东西是怎么能穿透100米的花岗岩呢？诀窍就在那个头了。这个头是科技含量最高的，是钨钢合金的头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为什么说它现在生产了只有20枚？因为很贵根据历史上呢，是2022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研发这个钻地弹，但是他们两家呢，他们非常擅长的是研发各类的战斗机和导弹，但这种超硬的钢头研发失败了，这活交给谁了呢？交给了波音公司。波音公司造飞机的，他对这个是相对有技术储备。所以说时间到了2007年，他们把这个雏形要做一个测试，说波音你这该交活了，看看怎么样。然后在2007年3月份，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靶场进行了一次测试，测试的结果是非常满意，它的倾撤距离达到了100米，当时造成了3.8级的地震。据当事人反映呢，这个威力已经相当于一个战术核武器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价钱使用成本它的零部件不超过1000万美金，但是你要把这些研发成本花了5个亿你要摊进去的话呢，一枚是2000万美金。据说这只是卖给美国空军的价钱如果说卖给以色列，单机价格可能达到了1.2亿美金，相当于接近于10亿人民币，就这么一枚，这次要买4枚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总共就20枚，它的分布在哪儿？首先一半是在美国的工厂，因为美国的 B2 战斗机的工厂和这个基地它就在密苏里州。那其他的呢，在欧洲有那么几枚，主要是对付谁呢？大俄的。
另外，在日本的附近关岛美军基地有那么几枚，它主要对付的就是那个小胖，还有其他国家的，专门是给他们预备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这么贵、这么沉，它是怎么能够激发这个100米的花岗岩呢？这个就跟它的投送有关系。一般导弹呢是靠发动机推进嘛，这个不用，完全是自然落体，靠13吨往下坠的加速度，最高速度能达到1.2马赫，已经是超音速了。当这个 B2 战斗机飞到12000米高空的时候，直接往下扔，到达地面的时候，它速度超过了音速。这种强大的势能，加上那种头啊，它就像那个热刀切黄油一样，呲儿就穿透了金属，穿透了花岗岩，直接到了100米，然后延迟爆炸。结果呢，根据史料讲，首先倒霉的是有机物。这个有机物就包括人类啊，人类、动物、植物、塑料，首先呢，它会变成气化，瞬间蒸发。它不是渣的问题，直接变成了尘埃。紧接着，这种高温达到了3000度，3000度的高温呢，在这种相对密闭的地下工厂进行多次多波轮的这么一个蹂躏，就嘣炸完了以后，在那个墙壁上它又回来了，弹回来了，大概有一个5、6遍。结果是什么？这期间的金属全部融化，3000度啊！无论是你钢的，你是金属，还是你是那个设备，全部变成金属渣子。最终的结果就是人类的渣子为那个金属的渣子变成一个坨。这种玩意儿，跟你说收废品的都不愿意要，杂质太多，卖不上价钱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。但你要从侧面考虑，对这些当事人不人道。但是他走的也没感觉，他瞬间他气化了，他人类他变成渣了，变成那种人类拿显微镜都看不到的那种尘埃了，直接气化完了，这骨灰盒都不用买。所以说啊，从某种程度讲，这也是一个快速离世的一个利器。那我们最后来问一下呢，就是如果你有关系认识这个地堡里的人啊，或者有亲戚远房亲戚，您就给他们打一招呼，现在该到决断的时候了。你是说给他这个殉国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说开个小差？其实啊，这也谈不上殉国，你只能说跟那个统治阶层神棍给他们殉了。因为什么呀？这地堡炸完了，伊朗还在，接下来呢，伊朗人会正常迎接新的社会、新的生活。所以说，到了决断的时候啊，你得考虑可以请个假，开个小差，对吧？这一天等这过去，新生活了。新社会来了，你接着做伊朗人啊，接着还房贷，过你的平凡生活，好吧？今天的事儿就聊到这儿。如果说你觉得这种炸弹呢是人道的或者不人道的，欢迎在留言区咱们共同探讨。再见。